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寄生兽》。现在我先来考考大家，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期说到哪里了呀？如果大家已经忘了的话，可以去翻看我们上一期的视频哦。上回我们说到田村1打3，等他搞定回家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孩子被苍森偷偷的抱走了。虽然说他平时对自己的孩子不是特别热情，但是对他来说，那也是自己的财产。这种时候必须采取措施。于是田村就偷偷的跑到了新一家里，正巧就接到了新一的电话。田村就让新一下午出来帮他一个忙，边接电话边玩电脑，一不小心自然就看到了新一之前和母亲的合照，这让田村陷入了深思，母亲到底是个什么角色？最后出来还撞见了李美。对于李美对新一的关心，田村流露出了几分羡慕。按照约定时间，田村去找了带走他孩子的苍森，苍森正在哄孩子，田村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其他人抱着，老娘的孩子还轮不到你来哄。苍森假装要把田村的孩子扔下去摔死，田村立刻就出手杀死了对方，夺回了自己的孩子。一只残酷冷漠的寄生兽竟然会出手救孩子，这让苍森很惊讶，田村自己也非常惊讶。其实不管怎么样，苍森都不会伤害那个小孩的，他只是在赌寄生兽有没有一分人性。这时候警察和新一都相继赶来，看到受重伤即将领盒饭的苍森，平见三儿决心把田村灭掉。新一赶到时，田村正抱着他的孩子站在雪中。接着田村给新一说了一大段话，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和人类是同根同源的，我们很弱小，不要过分欺凌我们。新一当然觉得他的话太不可思议了，大姐，我还真就看不出来你们哪里弱小了。平见三儿带着人很快就赶到了，机智灵敏的平见三儿一眼就看出来新一和田村都不是平凡普通的人类。通过简单的试探后，平见三儿认为新一是人类，而田村玲子自然不可能是了。他们举起手枪瞄准了田村，田村则是一副老娘不是，老娘没做过，老娘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假装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类。平见三儿根本不听他辩驳，不管他是不是寄生兽，他都已经决定向他开枪了。枪声响了，子弹穿过了田村的头，但是这对田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你们这些攻击力很垃圾，不过你们猜对了，老娘确实不是人类。田村一下子把那颗打进他脑袋的子弹吐了出来，这可了不得，全场震惊了。于是平见三儿下令让全场所有警员向田村开枪，可是田村抱着的孩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婴儿。新一立刻大声阻止他们开枪，他们自然是理都不理新一了。这时候不开枪，难不成等死？田村身上中了一枪又一枪，他们完全没有因为田村抱着一个小孩就停止，或者说谨慎开枪。田村担心孩子被伤到，所以立刻用自己挡住子弹，让小孩不受到伤害。他明明很强，但是此刻他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只是慢慢的走向新一。米奇觉得这可能会对新一的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让新一赶紧离开。但是新一并没有立刻跑开，田村为了打动新一，变成了新一母亲的样子。虽然米奇一直提醒新一这是一个陷阱，新一仍然不为所动，因为对于新一来说，此时的田村就像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为了不伤及新一，平见立即下令停止射击。田村慢慢的走到了新一面前，然后就开始了一长段哲学问题。经常缺席、逃课、早退的新一当然是听不懂这些深奥的话的了，所以只是非常懵逼的看着对方慢慢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自己。田村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能让一个人类抚养成人。不过我说大姐，新一现在好像还只是一个中学生，自己都还是一个孩子，就开始让他当奶爸，这也太惨了吧。新一基本没有犹豫就接过了田村递过来的孩子，谢谢。当这个词语从田村口中说出时，米奇新一俱是一惊啊。田村说自己曾经也在镜子里模仿人类笑，感觉很舒服，说完就倒在了雪地里。突然感觉田村是一只很霸气但是又很温柔的寄生兽。那个小孩哭了，因为他的妈妈永远离开了，这一下就戳到了新一的心。新一想到了以前妈妈还在自己身边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美好，但是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去了，生命真的非常脆弱。接着就是很长一段回忆了，回忆着新一都快哭了。这时候李美出现了，这一幕就真的非常感人啊。没想到寄生兽中的哲学家姐姐就这样领盒饭了，这也太可惜了。现在是神奇的问话时间，平见三儿为了试探新一，找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犯人，一个非常精分的连环杀人犯浦上。他自称自己可以和动物说话，也可以分辨对方的身份。为了检测浦上是否真的具有那种能力，平见先随便找了2个人对浦上进行测试。浦上在看到他们之后表示，这些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接着平见就让新一出来，新一当然也清楚这是对他的试探，他不想将米奇抱出来，因为他害怕这样米奇就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就一直沉着冷静，并且没有坦白。平见一直在想，新一会不会就是苍森死之前说的那个协助者，但是新一如此冷静沉着，毫无反应，到底会不会是他呢？浦上看到新一之后立刻严肃警惕起来，并且要求新一直视他的眼睛。新一看到对方一本正经的表情之后，开始冒冷汗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为什么米奇要在这时候睡着啊？干，这也太让人窒息了吧。至于为什么浦上具有区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能力，我觉得大概是因为他很变态吧，所以他极度了解人类的特征，也拥有和寄生生物一样冷血残暴的特点。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自己差不多的生物，他当然就能感觉出来了。浦上和新一一直四目相对，新一一直瑟瑟发抖，也难怪，谁被这种变态一直盯着都会不舒服的吧。不过到最
最后，补上也没能从新一身上看出太多异样，可能是为了补偿让新一这么被一个变态盯着所受的心理伤害，平见三儿就赠送新一和他父亲免费入住宾馆的福利，并且一直派人贴身保护他们。新一想到补上，还是觉得心里一阵一阵的恶寒，这到底是变态到什么地步，才能让新一比看到寄生兽还要恐惧？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来历不明、令人发怵的人类。平见他们开始策划如何消灭那群可怕的寄生兽了，而剩余的寄生兽们也意识到了田村他们几个可能已经领盒饭了，人类的专业部门也要开始对我们动真格了。看来我们必须得小心了，不然也得领盒饭。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新一终于想起来自己还要上学的事情了，真是可喜可贺啊！走在上学的路上的新一遇上了迎面跑来的李美，李美二话不说就把新一缺课这段时间的所有笔记给他了，这可真是一份绝世好礼物啊！看看新一的脸上写满了快乐。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有3个月新一就要高中毕业了。平见决定找新一协助他们。平见觉得新一绝对不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男生那么简单。新一和米奇就开始思考让寄生生物现形的合适方法，但是负责这次行动的山岸 Sir 只想用最粗暴的方法解决对方。专业的部署，精准的监测，捕杀寄生兽的行动开始了。一旦有可疑对象，立刻用最暴力的方式干掉对方，然后再回收尸体。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当然会有人类在这过程中被误杀。不过山岸始终坚持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1个的态度。看到有同类被杀掉的寄生兽们开始慌了，尤其是已经当了市长的寄生兽广川，大事不妙，也得赶紧想办法溜之大吉。这次行动浦上也参加了，他扮演的角色是检测器。不过不得不说，他这个检测器还是很牛批的。越来越多的寄生生物被分辨出来，然后领了盒饭。由于失误，检测的装置被榴弹击中失灵了，现场愈发混乱，不少人被误杀了。这种时候，新一在远处观望着，不断思考：我好像不能帮上什么忙，那我还是闲着吧。由于装置失灵了，浦上做了全职检测器。面对这些，浦上不仅不害怕，还非常淡定，说爷是杀人犯，你们不还是一样吗？这种简单粗暴的绞杀方式虽然效果明显，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误伤。突然，一路很狂的浦上被吓得连声尖叫逃跑了，因为他看到了后藤。不同于其他寄生生物，警察的枪对后藤完全没用，就这点本事也妄想解决爷，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愚蠢人类。此刻的浦上已经是怂的不能再怂了，毕竟后藤这种大佬也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另一边，广川在会议室被包围了，面对瞄准他的无数支枪，他表现得很坦然，并且发表了一篇关于保持生态平衡和自然环境的精彩演讲。你们人类现在的数量太多了，还天天胡乱排放、污染、破坏环境，总有一天你们会意识到作为你们的天敌的我们的重要性的。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帮助维护生态平衡，你们才是侵蚀地球的寄生兽。我觉得他说的话竟然有几分道理，在场的警员早就不耐烦了，妈的，自以为是，啰啰嗦嗦，浪费我们的时间，影响我们收工回家吃饭。于是立刻开枪把他给送走了。一直被认为是寄生兽的广川死后却没有变回原形，原来他竟然是一个普通人类吗？他们正在惊恐地思考这个问题，后藤却在这时抱窗而入。果然，大佬都是不愿意走寻常路的。后藤很明确地告诉他们，刚刚你们击毙的广川根本不是寄生生物，而是一个人类。看到后藤，他们都十分恐慌。浦上见目前局势如此混乱，就借机杀死了监督他的警官，然后想趁乱逃出去。山岸为了干掉寄生生物，甚至不顾队友的生命，原以为把后藤引到天台就能围攻解决他，没想到等山岸到了天台再回头时，所有的队友都已经被后藤杀掉了。后藤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高，最终山岸还是难逃一死。这一场战斗双方都死伤惨重，后藤一出来就撞上了新一，你小子上次没能把你解决了，真是太可惜了，这次一定要除掉你。幸好危急时刻平见带人赶来救了新一一命，但是想到后藤的话，新一就日日夜夜做噩梦，总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街上随便看到一个人，新一都觉得他是后藤。偏偏这种时候米奇又睡着了，完了完了，自己还这么年轻就要死了吗？想到这些，新一怂的一匹，以至于心态崩了，开始在大街上发疯。本来应该去上学的，但是新一转念一想，自己随时都要死了，还上什么学？就在新一害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李美出现了，并且决定和新一一起度过艰难的时刻，这让新一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但是面对如此强大的后藤，新一以后该怎么办呢？人类和寄生生物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加转发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